哒啦哒啦哒！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熊哥地图炮，让大家久等了啊！从这一期开始呢，就要跟大家聊这个武统的话题了。那么武统这个项目呢，是个大项目，老大了。这个项目呢千头万绪，所以呢，我今天呢先跟大家聊一个局部的，就是炸台湾的机场。那么在炸机场之前呢，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防空的能力。那么台湾的防空网呢，建设的是相当的有层次，是非常的完整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知识点来了，先跟大家一起来解剖一下台湾的防空网。我们来看地图。那么首先是这个爱国者导弹啊，它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在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它是11个基地我当时的标题是11个这个阵地啊。那其中有一个是疑似的啊，后来证明是不是的。还有一个呢是苗栗的那个是闲置的，打仗的时候可能会用上，平时是不用的。那么有9个是肯定在用的啊。我们再来把这个基地啊，先看一个吧，看其中一个9个阵地啊，这个苗栗这个是闲置啊。我们先看这个台北这个吧，就是这个阵地。那么台湾原来的这个爱国者呢是爱国者2，爱国者2的射程是50公里，后来呢这几年升级到了100公里，就是爱国者3。那么它一个阵地就是一个连，一个防空连，这一个防空连呢是8台车，新店这个也很清楚啊，8台车，其中有6台是这个爱国者2，然后2台是爱国者3，它是搭配着使用的，所以说台湾的爱国者是不分2、3的阵地的，这2、3是混用的。看一下这个插图啊，这个是爱国者2，大家看到这个爱国者2的这个车呢是这个4连装，它一辆车是4发这个导弹。然后这个是这个爱国者3，那整个呢它是16连装，它一辆车同时可以发射16枚这个防空导弹。那这样算下来的呢，就是6辆这个爱国者2，就是4624颗，然后2辆是这个16连发的，16连装的，那么就是32颗，加起来是56颗，一次发射56颗导弹，这是爱国者啊。那么看一下它的这个射程，就是覆盖了整个台湾，基本上是整个覆盖了。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雷达啊，它的雷达照射的也很远啊，也很远，100公里啊，它是防飞机的。它如果要防导弹的话，防这个弹道导弹的话，那就只有20公里，那20公里就很少了，就这一点点。那么它就是重点防御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这个爱国者的阵地啊。天空3，爱国者有9个啊，天空3有3个基地。我们把这个爱国者关掉。爱国者呢主要是这个分布在整个台湾的这个西海岸，爱国者在西海岸，然后天空3呢有3个是分布在东海岸的。那么这个天空3呢，就台湾方面呢吹得很厉害啊，它的射程呢达到了200公里，就它的覆盖范围呢比刚才那个爱国者呢要大1倍。然后再看它的那个长白雷达，它的长白雷达也很牛，它这个长白雷达呢是从那个美国那个宙斯盾那个军舰上拆下来的啊。天空3就是这么牛，你这个比爱国者还牛啊，那你还买爱国者干什么呢？这个事情呢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它这个这个天空3比爱国者还牛啊，它都可以出口了，它如果这么牛，它还可以出口呢，对不对？后来我终于查到了一个小问题，它的速度没有爱国者这个导弹快，它速度慢，爱国者可以达到6马赫，它这个东西只能达到4马赫。我们来看这个图，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抛物线，这是一个抛物线，
然后呢，这个导弹呢，我们就可以近似的认为是这个抛物线，只是近似啊，接近这样一个形状，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大概的了解一下。然后这个导弹呢，如果是以速度 v， 然后以45度斜角这样打出去啊，这也是初中物理啊，初中物理都知道45度是打得最远的。那么它打的最远的这个距离是多少呢？叫 v 平方除以 g， 这是它的最远的情况。角度高了低了都达不到这里，这个 v 平方除以 g。然后呢，它的这个弹道的最高点，最高的那个地方，它的高度是多少呢 ？v 平方除以 4g。那么也就是说，它的高点和距离的比例正好是1比4，1比4的关系。那还有一种，它如果要往上打，垂直向上打一个最高的高度，那个算下来呢，就是 v 平方除以 2g， 那正好呢是这个射程的1/2。所以大家就是大概这个有一个概念了，就是这个弹道导弹呢，或者是反正是什么导弹，洲际导弹不算啊，洲际导弹这个差的就太多了啊。短程导弹基本上可以套用这样一个公式，就是高度最大射高是最远距离的1/2，那么有效射高就是这个一半啊，就是1/4的射程啊。这个天宫3呢，就问题来了，台湾方面号称它能打到70公里，70公里乘以4的话是多少呢？应该是300公里。但实际上呢，它报出来的数字呢就是200公里，所以它这里面呢，它有吹牛的地方啊，吹牛的地方。然后天宫3呢，这个还在试验当中，它这个今年的4月份试验了一次。4月份试验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打了那个靶弹上去以后呢，雷达找不到了，它的防空系统的雷达没有找到那个导弹，然后它紧急把那个靶弹给引爆了。4月份失败了，然后到了6月份他又打了一次，就是在这个屏东的九鹏基地。然后他这个天宫3呢是放在台东的，但是呢他就是试验的时候，他从九鹏基地打出去以后呢，这个台东这里打了一个天宫2，是向上打的。然后这个天宫3呢就在大概70公里的高度呢就击中这个台东打出去的这个靶弹了。天宫3打天宫2打中了，说是在离地面70公里的地方。我们来注意这个70公里这个数字就有意思了。我们还来看刚才这个图啊，它是垂直打的啊。天宫2的数据呢是这个有效的射高呢是30公里，是30公里。但是呢它打到了70公里是什么呢？它就是竖直打的。垂直打的，打到了70公里，就是这个导弹上去以后打到了最高点，在这个最高点的附近呢，速度为0，速度接近为0，水平向几乎是没什么速度，垂直的速度也降为0了，就最高点大概7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天宫3打的那个天宫2的时候呢，是在导弹速度为0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试验的结果啊。所以台湾人就吹牛在这个地方啊。我之前做的一个导弹和雷达的那一期节目呢，底下有台湾的网友在底下评论了啊，他说我的胡说八道啊，他们的天宫3才是最牛的啊，所以我来跟你讲啊，天宫3到底牛在哪里啊？就牛在这个地方，吹牛啊，吹牛是最牛的。天宫3呢，基本上呢和这个爱国者是同一个档次的啊，就是我虽然说是有点瞧不上他们这个水平啊，但是呢，我估计呢，它这个也能起点效果啊，所以不能掉以轻心啊。这里看一下这个天宫3的这个阵地啊，天宫3应该是5台发射车，每台发射车发射4枚，一共是20枚，一个阵地一个连就是20枚。啊，这是我猜的啊，如果有知道真相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啊。我们也欢迎台湾的朋友来爆料啊，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这个是属于它的比较好的了啊，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就天宫1和天宫2。天宫1和天宫2呢，主要是6个基地。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第3个层次，就是那个霍克导弹。这个霍克导弹呢，
快要不行了。但是呢，毕竟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呢这个大概是10个地方啊，然后它的射程呢大概是40公里，它的射程是40公里。那么我们根据刚才这张图上面的这个公式来算呢，它可以打大概10公里高，10公里高，也就是1万米。那我们的飞机飞过去呢，要高于1万米，高于1万米就可以躲开这个霍克导弹啊，低于1万米就有可能会被它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图，这个霍克导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它这个不能用了。曾经就发生过很多起事故，就是这个导弹就滚掉下来了。那么台湾呢，就是准备用天宫3去替代这个霍克导弹。它那个天宫3呢，现在不是这个3个基地嘛？这个霍克呢有10个基地，那么天宫3呢准备再造9个基地，把这个霍克的这个全部给它替换掉，加起来是12个基地。这个霍克导弹的阵地。那么也是5个坑嘛，看起来好像也是5个坑。看插图就知道了，它可以移动，它不但可以移动，它对这个地面的要求还很低，它可以放在这看起来像是稻田啊，在这个田里面发射。所以第一轮我们的饱和攻击要把它打掉的话，我觉得有困难，有可能找不到它，得在第2轮打。好，这个是它的这个霍克阵地啊。它这个下一个层次呢，是它的所谓的天空卫士。天空卫士呢，这个就机场保卫者啊，它主要保卫机场8个点。比如说这个清泉岗这里有4个点。这个也很清楚啊，就是平时从藏在底下，然后从这个坡道上去，在这个屋顶上，它这个地方还伪装了，拿这个草挡一挡。我觉得这个有点此地无银的感觉啊，它这个伪装太傻了。再看看这里也是嘛，就是从这个是它的那个屋顶嘛，可以开上去。这里也做了很多的伪装啊，这有明显看到这里是有坡道的，开到屋顶上去打。换个地方嘛，我们换个桃园的基地去看看。桃园这个也很清楚啊，就是这个屋顶，从这儿开上去，啊，这里也从这儿开上去，这个开上去，这个是它的全家福。那这个是雷达车，这个是那个麻雀导弹，这个是它的那个高炮，哎呦，竖的老高了啊！麻雀导弹啊。也是可以移动的，也是，我觉得不一定要在屋顶上，我觉得它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所以第1轮用什么导弹去打它，这个我觉得就办不到了。高炮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看下一个层次，下一个层次呢，就是台湾的所谓的捷羚防空系统啊。这有8个点，8个位置，当然它的这个射程就很低了，射程是9公里，9000米，射高是4000米。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车啊，这就是它的捷羚啊，底下这个大卡车呢是那个丰田的皮卡，然后上面把这个导弹放在上面。这个导弹呢是台湾的这个经国号那个飞机以前挂的那个天剑1这个空导弹，然后这个空导弹呢，它搞了一个就是地面版，然后陆基版嘛，就装在这个车上。在第1轮打击，我觉得打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打不到。它是可以移动的。至于它的这个威力是什么样的就不知道了。它是空导弹改的，射程是9公里啊，射程是9公里，射高是4000米到6000米之间。一半，这是一半。那其实如果按照1/4那个原则，刚才我们说的那个1/4原则来讲的话呢，射程如果是9公里的话，它射高应该是2000多米，2.5公里还不到。这个具体什么情况，解放军知道啊，我们只知道一个大概啊。
这是它的节林。然后这个节林呢，它还有其他的这个底盘，那装在其他的底盘上面，装甲车啊，这蟑螂车上面它也可以装，跑起来挺快的啊。台湾这个节林系统呢，它是除了那个天剑改的那个小导弹车呢，它还有高炮，它这个高炮呢就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据说台湾的这个高炮呢已经全部退役了，这个是他们公开的说法，但是呢解放军不能掉以轻心，保不齐呢他那个退役的东西呢，没准哪天突然又拿出来用了啊，所以呢有些话不能相信他了。还有一个最低一个层次，最后一级地图上就没有了，就是这个毒刺导弹。毒刺导弹呢就是两个人一组啊，前面这个人呢就扛在这个肩膀上，肩扛式的，然后是2连装，这是2颗2连发，后面这个人指挥，就是这样毒刺导弹。射程大概2公里到5公里之间，肩扛式的，这个属于火箭弹了啊。这个就是台湾的防空系统。好，台湾的这个防空系统呢，完整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怎么打呢？大家都知道怎么打，台湾人也知道你怎么打，美国人也知道，地球人都知道，那就是拿这个东风导弹就覆盖呗。那东风导弹覆盖怎么打呢？就是这个也只是我们这些伪军迷所能想到的最佳的办法啊，因为我们对它的参数啊，它的其他一些这个打法呀、战术呀、各种道啊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能想到的就是饱和攻击啊，饱和攻击这个是一个万能的良药。好，我们今天就谈饱和攻击。饱和攻击呢，那就要考虑它的这个消费比了，跟上回打航母是一个思路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这个爱国者2它买的比较早，它是80万一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是因为这个爱国者2呢，当时卖给台湾的时候呢，这个爱国者的这个发射车啊、雷达这个整个系统啊，死贵的。那么太过分了，这个不好意思了，美国人也不好意思了，所以这个导弹就便宜一点啊，这是早期的价格。然后爱国者3呢，在这个双方洽谈的时候呢，就是赶上台湾要竞选。这个台湾要竞选的时候呢，就是美国人呢就要价会高一点，勒索嘛，敲诈勒索嘛，反正民进党和这个国民党呢都去巴结这个组织嘛。300万一颗，老贵了，300万一颗。然后这个天宫三这个数据查不到啊。那么根据这个对比解放军的这个价格，解放军同类导弹的价格，估计它100万一颗。东风11 100万一颗。我们来看看东风11，东风11的射程是300公里，跟这个远火真的是它这个距离可能连远火都不如，比远火还短。但是它可能打的比那个远火要准。爱国者你那个爱国者2有80万嘛，爱国者3 300万嘛，天宫3 100万嘛，就拿这个东风11跟你对比也够了。东风11呢，这个英国的一个研究机构估计，解放军东风11的这个保有量应该是在500颗。回头打机场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算一下500颗这个怎么用啊？除了这东风11，还有东风15，以前的节目给大家介绍过的。东风15啊，升级了，变成东风15B 了。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弹头上面，有这个小翅膀啊，这个4个小翅膀，就是说它可以机动。150万，150万这个估计我已经是高估了的啊，可能没这么，因为它这个比较早期的一个型号。国外的研究机构估计也是在500颗，他们说是在700颗，600颗到700颗之间，所以反正就是这个量级吧。这东风11、东风15加起来就1000颗了啊。以前那个陈水扁这个吓唬这个台湾人，说这个大陆拿400颗导弹对付台湾，这个数字我一听我就不满意，400颗怎么够呢？对吧？1000颗我觉得马马虎虎了。
然后这个东风16，东风16有个外号呢，叫做冲绳快递，1000公里的。这个1000公里呢是啥概念呢？就是我们打台湾的这些目标不一定非要在福建省打，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就往后放嘛，往远处放。那1000公里，那等于就是从湖北省就打过来了。他们老说解放军这个导弹第一波这个发射车的数量够不够？我觉得就是你想要够就可以够，它不是够不够的问题，就是你想不想要够的话，现在呢是最低保有量，如果哪天想要用的话，那就再造几辆嘛，造几辆又不是什么费劲的事情，拉动一下内需，拉动经济嘛。这个是解放军的那个火箭炮，这个火箭炮呢大概是叫做 PHL-16，也就是2016年出来的这个新花样。之前解放军用的那个火箭炮呢是叫做03型火箭炮。03型火箭炮打的就自己装备的打得不够远，100公里150公里你不够用，打300公里的才能用。300公里的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叫卫士 2D， 那个卫士 2D 呢是个出口型号，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解放军到底有没有装备这个火箭炮啊，其实是装备了的，就是这个PHL-16，但是这个16年的呢就很快就被淘汰了，就换新的了。16年的这个火箭炮是8连装，这个8连装呢每一颗呢它是300毫米，到了19年大阅兵的时候就给它换成了那个370毫米的这个东西，就 PHL-191，这个191这个数字大概是19年的1月份，或者是19年的第一波第一个型号191 370毫米口径的，这个就是PHL-191。PHL 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破坏力就是网友说的破坏力很好记，破坏力191。那光这个车子看起来这就8辆车了嘛，那一辆车上8发，8864颗打出去，这就已经比那个爱国者阵地那56颗要多了。本身这个东西没法拦截价格不一样。这个 PHL 这个单发的价格应该是20万美金，国内估计的话是在100万人民币冒头，那个是03日元火。那么这个破坏力191呢就比它那个要高级一点，那可能要100多万人民币，100多万人民币划美元的话就是20万美金。这个20万美金跟这个爱国者3这个300万美金比起来就太合算了，合算死了，太合算了，真太合算了。就是这个东西真是威武雄壮我都想配点音乐了我这个视频上面算了那说完了这个饱和攻击说完了台湾的这个防空网，那么接下来就开始要具体应用了怎么个具体应用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聊一聊炸台湾的机场时间关系今天就炸一个炸那个嘉山基地实际上是2个，因为这个嘉山基地呢和这个花莲基地呢2个基地在一块儿，它是2个基地就是这2个地方那么这2个地方呢主要是台湾的 F-16那个战斗机。台湾的这个 F-16呢买的时候是150颗这些年呢就是陆陆续续呢就是掉了几架，现在还剩143颗它可能另外还有1-2架是做别的用途去了就是拆零件了有可能反正是143架，就根据他同美国人签的那个就是升级的那个协议，他准备跟美国人升级这143架 F-16A 或者是 B， 把它升级到 F-16V 143架。另外他还会再买60架 F-16V 新的 F-16V， 为啥呢？因为他那个幻影2000那个飞机呢太老了，也没办法继续的维护了，他要换新的了。那个时间就久了那可能要到3-5年时间，到2025年才能到位。那么目前呢就考虑143架
F-16V。这个143架呢，它分布在3个基地，就是嘉山基地、花莲基地和这边的嘉义水上空军基地。这边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就是这个跑道上还有呢，这个 F-16，就是这3个基地。那么嘉义我们今天先不考虑啊，我们就考虑这个花莲和嘉山基地。那么就是解放军如果要炸这个机场呢，有好多种选择呢啊。除了用这个弹道导弹的呢，那还有巡航导弹啊。巡航导弹又分这个轰6可以打过去，或者是咱们那个052D 或者是055那个大轮船是吧？我们大轮船开过去，但是大轮船有一定的这个战术要求，那个就很高级了，那个打法不是我能聊得了的啊。那么我们普通的军事爱好者，那就只能给大家聊聊这个东风喜地啊。那么那就开始啊。那么就是东风喜地的话，就是又有2种，一种呢就是咱们炸它的跑道，把它的这个跑道给炸毁了。炸跑道呢，就是要考虑这个 F-16的起飞距离。F-16的起飞距离是450米，这个距离上呢，它可以带2颗那个响尾蛇 M900导弹，这就是它的最低的配置了。那么450米的话，我就考虑按照400米的间距给它切这个跑道。它另外这个基地呢，它还有 F5 那个飞机呢，要1000多米才能飞起来。它还有那个侦察机、预警机啊、加油机等等。那都远远超过450米啊，不用考虑了，就考虑400米把它切开。那么我这边就给它准备了多少个点呢？我们看一下。这样切，美国那个兰德公司呢，以前有一个评估报告是说，这个嘉山基地呢，需要20颗到40颗的这个导弹。他那个估计呢，我觉得估计少了，反正我画下来呢，我用了47颗。但是呢，这个我觉得我比较细致啊。为啥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些地方，你比如从这个洞口出来以后呢，这个滑行过来呢，这个长度这条斜线也挺长的，不能给它漏掉，得给它算上。所以呢，这里面就是多几颗。那还有这种地方，那这种滑行道甚至要给它补2颗。这条线，所以这条线也挺长的，也够了。中间要补1颗。像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广场是吧？这个广场中间呢要1排，最后算下来是47颗。但47颗还是不够的，因为它还有那个战备跑道，就是那个高速公路战备跑道。它那个冯世宽曾经洋洋得意的，就是在媒体上宣称过，他们搞了这个苏花高速。这个苏花高速呢，需要进一步的确认。之前说是他们那个因为环评通不过呢，没造好。但是我看地图上呢，这个跑道够宽了。我还特地把这个 F-16给它放上去看了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 F-16放上去是啥，这个就感觉就够了嘛，对吧？那么这个跑道长度是多少呢？4400多米，要切11段，那么这里面就要布10颗，这个就是。然后这边还有一小段，这个这里面要切成4段，那么就3颗。除了这个，这儿还有一小段，不能漏了。又是3颗。那么这个所有的加起来是多少呢？63颗，这就63颗。这不是全部，63颗还不是全部呢，就是考虑它每隔4到8小时，它能把这个机场跑道给修好。4到8小时这个估计呢，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打法，有可能是用那个叫什么延时隐性炸药。延时隐性炸药散布过去以后呢，它要先排雷有人来的时候它就炸，没人来的时候就不炸，专门炸人的。这样呢就是反复的要补2轮，8小时补1轮，再过8小时再补1轮，补个2、3轮，它这个估计它这些修跑道的地勤人员也炸没了。这样的话呢就更多了啊，这个就更多了。
那么这个就需要就是做侦查，要看一下毁伤效果。那毁伤效果这个侦查也有很多办法，就是有侦察机啊，有卫星呐、可能有这个无人机啊，都可以去看看啊。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种炸法，那个比较简单粗暴啊，比较有钱任性啊，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直接炸它的强化机堡。我们把这个先关掉啊。那么就是这个花莲这个基地呢，它这个露在外面的这个强化机堡呢，一共是21个点。我们把它这个放出来看看啊。21个点，哪儿呢？这儿，这么多。然后呢，它这个每个点上呢是2个拱就是停2架飞机的这个机库啊，机堡。那个我们那个东风15的话，它的弹头的重量是800公斤，东风16的话呢是1.5吨，是东风15的2倍，多1倍。到底是用1颗就够呢，还是2颗呢？这个不知道，我暂时就考虑它2颗，就是一架飞机来一发。这个呢就是用那种专利弹啊钻进去，然后把它给干掉。42颗。这个花莲的这个空军基地呢，它是401战斗机联队，这个联队呢下属有3个中队，一个中队是20架 F-16，然后它还有10架左右的那个 F-5，加起来是那么就60加10 70架飞机，这里面外面的是42架，然后还有大概30架左右呢，它就藏在这个嘉山这个山洞里面了，它藏在山洞里面，就它和嘉山基地的这个联队呢就放在一起了，所以呢就是另外还要炸它的这个洞口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洞口，这个洞口的话呢，就是网上一般认为它是这有4个口子啊，其实不是4个口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是我根据它这个山的形状、山势啊、地形，估计的它的这个山洞里面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形啊。这里面排120架飞机，这里面一组是10个机位啊，一个机位里面停2架，那么这一组就是20架飞机，这里面一共是6组，那么就是120架飞机。这个呢跟实际情况肯定是有很大出入呢，这个都是猜的啊。但是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大体上知道它的这个规模是多大的。这个规模，有人说嘉山基地老牛了，被掏空了啊。嘉山基地掏空那得多大？那个太夸张了。实际掏空也就掏这一点点啊，可能比这个还要小一点估计。然后它的这个洞口呢是这样子的，一般人认为是4个入口，其实不是，就3个入口。那3个入口呢分1分2，就变成6个口，这样丁字形的啊。它这个洞口这样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它这个洞口直接冲外的话呢，它以前它肯定是考虑，如果我们用那个飞机俯冲扔炸弹的话，可以直接扔进这个洞里面。所以它要拐弯，就不让你扔。拐过了以后呢，就是它这里边还可以加2道门，飞机准备出来的时候停在这个中间，里面这道门关上，外面这道门再打开，外面这道门关上，里面这道门打开，就是它始终保证这个门是关起来的。这样的话他觉得他就安全了嘛。这里面的话就是6个口呢，这有6个口啊，这边也是6个口。那么我们要炸的话呢，就是看看啊，就炸它的洞口，把它这个洞口堵住不就完了吗？在这里，这一个口啊，用1颗导弹下去，然后炸出一个这个
半径10到15米的大坑啊，这个是做得到的。这个大坑啊不够的话就2颗，保守一点我给它放2颗，那么这个洞口呢3颗就够了。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飞机呢就全堵在这里面了。那这6个口呢就是用了10颗导弹，然后呢这边也是10颗，加起来20颗就够了。当然这个导弹呢也得补啊，就后面也得补。这个就是台湾的这个飞行员呐，他这个平时做人呐，他一定要低调一点。他为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不低调的话，你得罪了底下那些空勤人员啊，你平时比较狂嘛，飞行员嘛，还是军官的嘛，你们这些这个地勤人员一个个这些土鳖是吧？你瞧不起他们，平时对人家呢也不客气，又吆五喝六的，那么等到打仗的时候就见真章了。这些人平时就看不惯你，等到打仗的时候要修跑道的时候啊，修这个机场的时候，他就玩命给你修啊，一边修一边咬牙切齿的，早点送你小子上天。所以平时这个台湾的空军飞行员一定要做人要低调，一定要对这些地勤人员呢要好一点啊，态度要好一点。等到打仗的时候呢，他这个修跑道的时候呢，他就修不好了，他就老修不好。那么你这些空军飞行员呢，你就没事干了，你就没你啥事了，你待着吧，歇着吧，等着解放军来收飞机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保住小命啊。说实在的话，为台独把小命给丢了呢，真的不值啊，真的不值。那有人要说了啊，这个靠着山的这个地方，炸不炸得到？你这个导弹能不能打到啊？那这个也要看一下啊。我们来画一个这个弹道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看那个标准的300公里的这个弹道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标准的300公里弹道，我们看一下这个黄色的线啊，这个。所以看到啊，够了，根本就碰不到这个山。这个是300公里的距离，所以它是一个标准弹道，它打到这个洞口啊，再往里面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毫无压力。那么如果是我们450公里以上的这种弹道呢，就是可能要高抛，要再高一点，高抛弹道。我们看一下高抛弹道。怎么不见了？这个白色的啊，这个白色的这个高抛弹道，你看看它，那肯定是更容易嘛，对吧？你一看就知道更容易，那就更没有压力了啊。所以就看这2根线呢，就我们觉得那个无论是东风15、东风11还是破坏力，都没有问题。用远火都可以把这个火箭弹给打过去啊，那就看威力多大了啊。那么这样考虑呢，就成功了，这就打完了。那么这个第一步，武统台湾的第一步，这个炸机场啊，炸它的防空阵地呢，这个就讲完了啊。以后呢，我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台湾它还能还手，它那个雄风2翼是怎么这样一个情况呢？敬请期待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